一群流氓无赖，大白天又砸又抢，他们就是不想让我们活了，简直欺人太甚。咱们还剩多少钱？一共还有462块钱，只够大家1个月左右的吃喝，而且我们在外面还欠着8000多块。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至少还需要15万，10万块钱一次还给赵家。茶厂要想发展，还有几万块钱做本钱。我们跟赵家是签过协议的，你说他们为什么忽然就变卦，非要让我们一次性就付清那些余款呢？志霞，你说他们会不会是为了山上的矿？什么？志霞，你别忘了，我以前是学地质的。这座山是个巨大的石灰石矿，这阵子你也看见了，老有人在山上测量，那是日本人。石灰石是造水泥的主要原料，肯定是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要向赵家高价买地开矿。赵家没有日本人撑腰，他们也不敢这么撑腰，所以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一个人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怎么就是我们2个人为了共好，学会了开枪，学会了杀人，抛弃了亲人，抛弃了家人，死了那么多的人。可是你看看现在，是辫子没了，顶戴花翎也没了，可是跟以前有什么区别？洋人比之前更猖狂。这是我们抛头颅洒热血要的那个共和。这3500亩地，是咱们老女人一双长满了刀尖，比男人还要粗糙的手可以捉。咱们受了那么多的凌辱，不为别的，为的就是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这算奢望，算奢望。你就不信，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就容不下我们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都平等的小小的茶厂。说真的，没有人能把我们从这块地上赶出去。现在他们这大爷跪下来，我跟他说，等到共和了，你就不勉强，好好的做给你。是现在我这样，把我试验，把我再开枪，怕我杀人。看节气，看着心里就舒坦呀！来，走。反正我广告已经做出去了，每位乘客可以带60斤的货物，还可以免费送一餐饭。阿良啊，也只有你了。
每件事情都干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啊！你们看啊，这上海不管大报小报啊，都以周汉阳的名字为头条，字儿还这么大啊！我可是脸上有光啊！哎，那咱们可就说好啊，后天的头一班船，咱们各位股东一个不许落，浩浩荡荡回宁波。好，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是头一回啊，坐自个儿的船回宁波老家啊，痛快啊！那现在就剩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票价。我仔细的琢磨了很长时间，我想啊，我们的票价应该定在1块5角。1块5合适，我同意，你们呢？阿良啊，宁波这趟线儿，原来3大洋轮公司的票价可是3块啊。前一阵子，虎记轮船公司杀了进来，定的票价也是3块。咱们1块5，有钱可赚吗？当然有钱赚了。3块钱的票价啊，那是因为他们搞垄断，再加上官府洋人层层盘剥，他们的成本高啊。可我们不一样，我仔细算过了，每位乘客只要票价定在1块钱，咱们就可以保本，还有5毛钱的利润可赚呢。票价低，那客源自然就广啊，薄利多销，未必咱们比他们赚的少。这票价低，我不反对。不过你这么做，不是摆明的要和4家轮船公司开战吗？你可要想清楚啊！打就打呗，你不打他呀，他就打你，早晚的事儿。我说错了吗？我说错了。其实朱柳说的没错，咱们开办轮船公司，动了洋人的利益，那这一仗就不是想打不想打，而是非打不可，非打不可。哎，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咱们做生意是为了赚钱，没错。可如果咱们在赚钱的同时，还让父老乡亲们受益，那这样的生意就值得了。我希望大家支持1块5的票价，我保证各位股东的利益。是这样，阿良，你就放手一搏去做吧。我呢，就代表各位在座的股东表个态，我们全力支持你。我替阿良哥谢谢诸位了，谢谢。谢谢各位。妈在这儿呢，儿子，慢点，慢点，慢点，别摔了，妈在这儿呢。啊，慢点，慢点来。太不好意思，快来拍拍他。哎呦，喝水吗？哎，淑珍阿姨，淑珍阿姨，淑珍阿姨，快过来！淑珍阿姨，过来！我过来，再给你。有弹弓啊，弹可疼了，您找孙元再来，您就拿这打他。哟，华妃，什么事儿啊？这是你的。华妃，你忘了，我跟你妈有枪，用不着这个。我就是怕你们开枪才做的弹弓。你想想，你们要是把赵三打死了，那警察就来抓你们，还得坐牢，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这个好，打得疼还打不死他，不犯法。你这个鬼机灵，这种招你也想得出？还喝吗？不喝了。行，我跟你妈听你的，不用枪啊。哎，你拿着。拿你？华妃，哎，你什么事儿还背着我？赵四阿姨他今天就
是一个萝卜，是吗？阿姨再早回家，给你买俩土豆，这会儿肯定熟了。你快回去吃吧。爸啊，那我先回去做功课了。不许跑啊！慢点走，慢点。儿子慢点，别摔了啊！好好做功课。行，你别跑，别跑。我知道了。嘀嘀咕咕的跟我儿子说什么呢？保密。秘密，我儿子肯定告诉我，那是我儿子。可能吗？树林找了吗？找了，没有。猪圈呢？也没有。河边找了吗？都找了。前村呢？前村找了，直辖街该找的地儿我都找了，就是没找着华妃呀。志霞，别着急啊。这次要是真出事，我怎么跟他爸爸交代？哎呦，今天这是怎么了？4大轮船公司的老板都到齐了。诸位找我这是，是来给我道喜的是吧？好啊，明天上我的船，我请诸位游宁波。船票全免，不许要钱。知道。周老板，我们这次来啊，还真不单是为了道喜来的。董老板，咱们俩可是有日子没见喽。哎，你这气色不太好啊。别老把脸拉那么长啊！做梦都想着挣钱不好，还是想着怎么花吧，花钱的滋味才舒坦。
周万良，这些年不见，你是越活越年轻了啊！我一直在想啊，我这2个妹妹先后来到上海滩，一个做了你太太，一个在关键时刻总是出手帮你。但再怎么说，我也是他们的亲哥哥，长兄如父啊。他们总该来看看我吧？该不会是你一直阻拦我们亲人相见吧？你的妹妹为什么不来看你？你应该问他们家。自打我岳父董如海走了之后，我就从来没有听他们俩提起过他们还有个亲哥哥。你还姓董，没改姓？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除非我死了，咱们俩的事儿才算完。你说完就完了，你说没完就没完。你可真是我前世的冤家啊！先是夺了我的家产，我开染料洋行，你就开染料铺子；我叫虎记，你就叫龙记，你真以为是龙虎斗啊？你别太得意了。行，你哪天啊，我直接把你打回原形。什么龙记啊，你根本就是一条虫。我就是一条虫。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看我现在又开了轮船公司了，我又回来了。怎么，你想好了没有？怎么干呢？周老板，啊，谁说话呢？我们就是为了这事来和你谈判的。啊，大点声！我们做了这么久，我们是来跟你谈判的。哦，谈判。啊，你要跟我谈什么？你知不知道，跑同一条航线的轮船公司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起价合同，大家的票价要一致。上海到宁波这么多年，我们的票价都是3块，为什么石明山公司要定1.5块？我还要问你们为什么？我开的轮船公司为什么要你们来当家呀？起价合同可以啊，不过得按照我的标准来，票价就定在1.5块。周汉良，别目中无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巧了，我这一路走过来，净吃罚酒。你突然给我一杯敬酒，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喝。你是公开向我们4大轮船公司挑战了？你们可以这么认为。朱安良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you just said。说什么呢你？哎呀，韩晨，送客了，省得我中午还得请他们吃饭。你想着不吃。各位，请。董志航，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别一跟我斗，不是拉上官府就是拽上男人。你能不能像个男人？欢迎坐我的马。来，为我们2个照照。韩亮，来。估计过不了几天，咱们这儿就得关掉了。也不知道石明山公司缺不缺人。来，
票都有票，能带60斤货，还能免费吃一顿午餐。真的？黄爷是不是骗过大家呀？给你把花带上。这带上了，别不好意思啊。商界新贵周汉良强力挺进上海至宁波航线，在上海滩创造了一个又那在上海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的周汉良，又一次创造了新的奇迹。四明山客轮公司今日正式售票营业，从上海到宁波航线，每位乘客1块5，比原来4大轮船公司整整降低了1半，而且乘客可以多带货物，还免费送一餐饭。眼下争做四明山客轮已经成为16铺码头的一道亮丽风景。同时，周汉良的四明山客轮公司也是华商挺进客运行业的开端。结果怎么样？敬请拭目以待。哥，我跟你说啊，咱们的船票5天以内的全部售光。别光顾着高兴，注意你不高兴。怎么了？什么不高兴啊？咱们的票价一出，4大轮船公司几乎全线一空，船在码头上停了100日。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不是洋人的做派？哥，洋人什么做派啊？不就是老办法打价格战，拼命的杀价，直到把咱们挤出市场？哎，这招不灵啊！你预料到的，咱们已经把票价降到了1块5，这是他们的底线。如果他们想支撑下去，就得按咱们这个票价来。你说的吗，哥？越没用，心里越哎呀，还是小心点好吧。娘说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听娘的。哎呀，傻愣着干什么呢？刚才听你说念报纸了，什么感想？说说。您又可以赚大钱了。同学们都问我，说您下一步准备干什么？会不会把外滩也给买下来？这主意好。你给这个同学给我带个话啊，如果你爹挣的钱足够多，我就先把外国人在上海的租界全买回来。您这么有钱，能不能先给我100块钱？不给。你怎么又要钱呢？对，我今天来就是要钱的。哎，哥，你有话好好说，你这。你以为你管你叔叔要钱的事儿我不知道啊？啊，就是100名100的，哎，还去吃西餐了，对吧？哎，哥，就1顿，长本事了你啊！现在竟然敢当面伸手管我要钱了，全是你娘管的。我告诉你啊，我钱有的是，可是我就不给你，我就不养那花花公子的儿子。你知道手心朝上，这往外一伸，这叫什么？这叫要饭。就是要饭。今天你也得给我100块钱。你今天怎么回事你啊？啊？你再说一遍。我娘病了，我要给她买药。不听劝告，我行我素，自作主张，公然挑衅，谁给他的胆子？他敢如此藐视我们外商？在中国，在上海，我们还从没有遇到这样的事。那是因为以前你们没碰到周汉良。难道周汉良不是中国人吗？我知道他很勇武，敢跟法国人大打出手，但是做生意不是耍流氓。中国的政府有义务保护我们这些商人的在华利益。我们会要求我们的领事出面给上海当局施压。周汉良必须停止这个愚蠢的行为。卡尔森先生，人家都下战书了，你就这种态度？范先生，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说到生意，董老板跟周汉良打过多次交道，你问问他，你的方法管用吗？董老板，说你的。各位，根据我的经验，周汉良这个人从来都是用流氓的办法做生意。他认为的事儿啊，10头牛都拉不回来。你再跟他谈判讲道理，那全都没用，那就是一块滚刀肉。滚刀肉？滚刀肉就是那个生牛排，咬不烂那生牛排，是吧？你就是把嘴皮子磨出茧子来，
哎，他也还是那老样子，永远也不屈服。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屈服？是卡尔森先生，你别跟我这抬杠。你说这还没跟周汉良打起来呢，咱们自己先打起来了。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按他的游戏规则跟他斗。他的游戏规则？对，他的游戏规则，降价。谈了半天，最后还是我们要把票价降到1块5。对，绝对不行，这不是屈不屈服的问题，这是成本问题。1块5，我们大厂公司会亏本。我们华企也不答应这么做，这是一桩赔本的买卖，愚蠢的买卖。1块5，太低了。谁说1块5了？我们说的是1块4。既然要降价，我们就要比对方低，否则叫个狗屁上阵啊！谭先生，你疯了吗？不是我疯了，是我们的对手，他就是个疯。如果不把周汉良彻底打垮，在座的各位就只有一条路，乖乖的从上海到宁波的航线退出。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怕亏本，现在就退出，1分钱都别花。但是我要说清楚，就是你们3家都退出，我范小恩也要跟周汉良。范桑，我支持你。太和洋行是我们大日本的产业，对于那些强劲的对手，必须要征服。如果我们妥协了，那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周汉良。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杀一儆百。谁要是跟我们大日本作对，周汉良就是他的下场。范桑，1块4。太和洋行支持你。王大夫，请。到底什么毛病啊？是急性肺炎导致了高烧，已经注射了盘尼西林，要好好休养休养。哎，不要太累着啊，还要增加营养。班长，替我送送王大夫。这边请。好，走。你等等，你这最近你别再出去瞎跑了啊！你老大不小的了，家里的事你得学着管管。来，我跟你说话呢。阿良，阿良，我知道你忙，轮船公司刚开业，事儿多，我没事儿了，你回去吧。你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也不早说一声啊？我刚出了一身汗，现在已经不烧了。哦，你等一会儿走的时候啊，记得从柜子里拿一床新被褥。都多长时间了？你办公室里铺的、盖的，该换了。这2天啊，我哪也不去了。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买，给你做。我真的没事儿，你不管怎么对我都没关系，我不怨你。可是我希望你能对建宇好一点。其实他不是管你去要钱，孩子的心思我明白，他就是想把你叫回来陪陪我。可也不像以前那么爱说话，我问他一句说一句。昨天晚上我实在是烧得厉害，只好把他给叫过来。他喂我吃完退烧药之后，就坐在这个位置上陪了我1晚上。
说，爸爸是不是讨厌我？各位乘客听好了，四大轮船公司票价一律1块4，可携带货物60斤，挨个获得免费的午餐一份哦。谢谢老板。号外号外号外！客运商战打响，拼4大轮船公司。周汉良。一粒就够。哎，我自己来。有点烫吧？不烫，不烫，不烫。大梁，这2天我就一直想。你说，我要是这么一直病下去该有多好？没什么，只要我以后有时间，我会经常回来。哥，汉晨来了。好多了。你哥让我多休息，什么都不让我干。对，你多休息，好好养着。有事儿啊？啊，没事没事。有事儿就有事儿。阿良，去吧，你当着这么大的老板，无忌离不开你，你都陪我2天了，我知足了。去吧。那你好好休息，嫂子，我先走了。怎么，那边有动静了？他们终于憋不住了，把票价降到了1块4，一毛一毛的降啊！这还叫4大轮船公司啊？我怎么觉得像街边卖臭豆腐的？哥，我觉得他们是在试探你。这样就想把我从这条航线上挤走啊？也太小瞧我周汉良了。降到1块2。既然开战嘛，就不能给对手留余地。1块5，他们已经没钱可赚了。可我们不一样啊，1块2，我们仍然有利润。这么大幅度的降价，用不用跟大佬和股东们商量商量？我已经说过了，我会保证股东的利益，赔了都算我龙弟的。我爸要走了吧？就知道他待不住。建勇，你听好了，从今以后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病成什么样，没经我允许，不要再去麻烦你爸爸。记住了。
实话告诉你，我明人不做暗事，你儿子就是我赵三儿爸。哎呀，不过你儿子没事，他在赵老爷府里可比在这儿好不多，一顿吃2个白面馒头，就这么吃，还天天喊饿。我这也是没办法，这期限到了，你去死扛着。你说我不想点这让你搬家滚蛋，怎么跟我动交？怎么样？我这个办法还管用吗？想见你儿子吗？想留住他一条命吗？那你就得听我的。哎，不过别说，你儿子跟你还真像。那就一个拧他就得挨揍，被关起来了他都不老实。每天他一见着我，他张口就骂，不打不行啊！赵三儿，你给我听清楚了，华妃要有什么闪失，跟你没完。都到了这个份上了，还跟我耍横。啊，对了，你们不是有枪吗？再像上次那样拿枪指着我的头，来呀！来呀！别逼我今天就逼你了，又能怎么着？有种去拿枪去啊！去呀！我今天来这儿啊，1、5天之内送来，我们放你儿子走人；2、钱凑不齐，通通搬家给我滚蛋，通通搬家滚蛋，通通的都得走；3、要是前2天都不答应，正好5天之后到赵府后面给你儿子收拾。听清楚！八蛋！走！我们就重新拿起枪。他们不让我们活，那我们就不活，大不了鱼死网破。华妃必须救。不行，我知道你不怕死，我也不怕，但是我们不能只想到华妃。 我们收留的那些难民怎么办？我们好不容易才开出这片茶园，如果我们把这片茶场保住了，他们这边
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去上海，你立刻去上海，5天之内一定把钱拿回来。潮涌三江，送风远方。昨天歌声，请你珍藏。哪怕是一片红叶飘落他乡，也是我悄然走在回家的路上。你在故乡，我在他乡，彼此守望大过翅膀。一朝归来，